我叫陆明，20年前意外穿越到修仙界，为了回家，我努力修炼，没成想师弟师妹却污蔑我勾结魔族，即将被宗门审判。但好在我联系上了我的祖国。凡我华夏血脉，虽远必救。陆明，你私通魔界，证据确凿，真是把我们玄清宗的脸都丢尽了。我没有，宗主，我为宗门流过血，我为仙道立过功，我怎么可能私通魔界？陆明，你太让我失望了。从今日起，你我会约作废。我林清玄要嫁就嫁赵思师兄这样光明磊落的君子。师妹，别气坏了身子。陆师弟，你怎么能糊涂至此啊？宙斯，是你陷害我！你嫉妒宗主把清雪许配给我，你嫉妒我修为进境比你快。住口！死到临头还敢攀咬同门，败坏我宗门风气，淫来！传我号令，3日后于仙道台审判陆明，剥其仙骨，断其灵根，永镇蛮荒。宗主待我如亲子，清雪与我许下婚约，可我忘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挡了别人的青云路。宗门继承人和清雪师妹本该都是我的。非铁非纸，非我仙道所有，还说这不是魔界之物？20年了，这里太苦了。爸妈，我想回家。这里是华夏国安部，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是华夏吗？是我的祖国吗？这里是国家安全部，你是谁？如何启动的绝密通讯信道？我叫陆明，是华夏公民。我被卷到了修仙界，整整20年了。胡言乱语！绝密通讯信道事关国家最高机密，不是你寻衅滋事的工具。立刻表明你的真实身份和意图，否则后果自负。我没有说谎，身份证号3，家庭住址是江南省云州市，我爸是陆建军，我妈是李淑芬，求求你们，快去核实。查一下，陆明，江南省云州市。啊，头是他，20年前那桩失踪悬案的当事人。头，云州方面报告，我们联系了陆明的父母，他不仅听到消息，当场休克，已经送去医院了。首长，首长。我是华夏国安总指挥陆明同志，国家现在跟你说话。天文部刚刚确认，指挥中心周围存在异常高危能量反应。我相信你说的每一个字。人民相信国家，国家就不能让他的人民失望。说吧，你需要什么帮助？首长，我被奸人陷害，身受重伤，经脉寸断，我需要药，抗生素、止痛药，最好的外伤药。药品我们有，可这隔着一个世界，怎么交到你手里？首长，我的灵力虽然有被法阵锁住大半，但刚才感应到身份证通道开启时，有一丝微弱的空间波动。我可以尝试将残余灵力注入身份证，反向定位，并打开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卫星传送通道。它可能只能维持几秒，而且会耗尽我最后的力量。军医，最高规格的战地急救箱，立刻拿过来。
首长，空间参数出现剧烈波动，消失了。那头真的是修仙剑。陆明同志，急救箱收到了吗？收到了，我收到了。太好了，首长，他的能量快耗尽了，供需要中断了，还有最后一个心愿。但说无妨，只要国家能做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想回家，可3年后就是仙道审判，他们要剥我仙骨，断我灵根，必死无疑。我需要国家的帮助，我需要活下去。你放心，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流落在外的人民。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保住自己的生命。30分钟，只要30分钟。30分钟。30分钟后，东风快递，使命必达。逆陀，宗主有令，提前审判，现在就取你仙骨。逆陀，宗主有令，提前审判，现在就取你仙骨。慢着！休想拖延！宗主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心脏除颤剂，修仙的灵力本质也是一种生物能量场，电应该有。给我扛住！你这是什么妖法？当然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鼠子，你彻底惹怒我了！今日已将你挫骨扬灰！你彻底惹怒我了！已将你挫骨扬灰！如今我灵力耗尽，肉体反弹，如何能扛得住长老的全力一击？ AK-47可靠性极高，适应各种恶劣环境。7.62反应子弹，在有效射程内足以击穿大部分轻型装甲。AK-47，这是天助我也！哼，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花招？哇！灵剑受损，你这庶子使的什么魔物？现在是热武器时代，长老，扛成这个如何？什么声音？锁灵阵里是何物在咆哮？好强的杀气，毫无灵力波动，却隐含金戈杀伐之音。那逆徒到底用了什么邪门手段？不能再等了，我们立刻过去。次子身上定有古怪，必须立刻除掉。连个弟子都收拾不了。哼！宗主，我在仙道台立刻行刑。
陆师弟，你还要执迷不悟到几时？竟敢在锁灵阵内顽抗，还伤及门中长老，真是罪加一等。我伤长老是为自保。赵思，你颠倒黑白，就不怕天打雷劈吗？一派胡言！你私通魔界的证据人尽皆知，现在还想血口喷人，拖我下水，真是死不悔改！清雪师妹，别听他胡说，他为了活命已经疯了。陆明，除非拿出师兄污蔑你的证据，否则休怪我亲手了结了你，清理门户。够了！时辰已到，逆徒陆明私通魔界，伤我门人，证据确凿。经长老会决定，剔除陆明仙骨，以正视听。天文部目标世界坐标参数校对完毕没有？报告首长，坐标已锁定，但目标世界存在空间壁垒，常规物理打击无法穿透，能量衰竭率超过99.99%。首长，有办法了！利用陆明同志身份证图腾的量子纠缠特性，我们可以将打击武器信息化态，传过去后再实体化，但这需要巨大的能量。接三峡大亚湾，我需要你们在1分钟内将电网50%的输出功率全部定向输送到西部航天中心，保证完成任务。东风快递准备，我们的目标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同胞，是告诉那个世界，华夏人民虽远必救。发射！陆明，跪下认罪，我可留你一具全尸。我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叫华夏。在我们那儿，不敬天地，不拜鬼神，只信奉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我们信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不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我们信奉正义，而不是莫须有的罪名和栽赃陷害。他疯了吗？我陆明，生是华夏人，死是华夏魂。我的膝盖只会归我的父母和祖国，你们不配。好一个伶牙俐齿的逆徒，我便成全你。这是什么声音？不属于任何功法，也不是妖兽嘶鸣。那是什么东西啊？天劫吗？不对，天劫没有这样的气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天塌了！快跑啊！快跑啊！
不非我界之力，不可力敌。华夏公民陆明，您的快递已送达，国家为您保驾护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华夏，华夏是什么地方？这到底是什么？你究竟是何方妖物，竟敢插手我玄清宗之事？警告，请无关人员立即退避，公民陆明准备撤离。装神弄鬼，妖物受死！我的焚天翼啊，没了，什么都没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10、9、8、7。10。陆明，你竟敢勾结天外邪魔，毁灭宗门，你罪该万死！9、8、7、3、2、1。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灵力，空气里有毒，在侵蚀我的经脉。灵气，我的灵气被污染了，是那个怪物搞的鬼。怎么回事？那些灵兽怎么会突然造反？不好，这些灵兽魔化了。天道何在？天道何在呀？天
是天谴啊！陆明，你引入域外邪魔，行灭世之举，涂炭生灵，终于引来天道震怒，苍天有眼，你死定了！你必将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哼，陆明，你借那邪魔之力毁我宗门又如何？在天道面前，你终究是只微不足道的蝼蚁。哦，那可不一定，雷劫而已。此消诸魔劫，此等天位，就算是大成巅峰渡那飞升之劫，也九死一生。陆明，你执意要如此吗？首长，本地物业反应有点大，说我违规操作，要放高压电劈死我。咱们国家能给我空投个特大号、特制版的避雷针吗？要能扛住全球高压电总和的那种。雷霆项目组预案夸父立刻启动，目标陆明同志坐标，传输通道同步开启，优先级最高。夸父超导阵列式全频谱能量引导桩，设计理论可疏导10亿伏特级瞬时脉冲，但从未经过这种性质的实战测试。那就现在测试，人民需要就是最高的实战命令，执行。能量引导桩就位，身份证量子纠缠信道已桥接，空间坐标锁定，传输收能，开始。来了！第一道紫霄诛仙雷，陆明，感受天道的怒火吧，化为劫飞吧！不可能！紫霄神雷被一根铁棍子吃了。铁棍子接住了天雷。天道被彻底激怒了。惊雷齐发，这是灭世之举啊！看到了吗，陆明，天威震怒，九霄诛魔，任你巧舌如簧，任你邪气护身，在真正的天道法则面前，一切躯壳皆是虚妄，你逃不掉，你死定了！法则，天威，这算什么？唉，危机解除，感谢国家为我保驾护航。吾修行千载，位列圣境，自以为窥得天地一域，今日方知，不过是井底之蛙。此子所挟之力，究竟是何物？天道亦奈何他不得吗？宗主，20年授意之恩，20年宗门庇护，陆明铭记于心。今日这一番款待，
锁灵之困，包苦之心，便算作我将这20年的恩情连本带利一并还清了。从此刻起，你我之间恩断义绝，玄清宗与我陆明再无瓜葛。逆徒！赵思，你真的很可笑。你拼尽全力抢的东西，不过是我不要的垃圾。李师妹，道不同，不相为谋。昔日婚约，便让它随着劫灰彻底落定吧。飞了3天3夜，终于彻底摆脱了所有仙门势力的感知范围了。首长，我已找到一处安全地点，这里很荒凉。收到坐标，陆明同志，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准备接收国家送你的乔迁之礼，预计3分钟后抵达。乔迁之礼？这里居然真的有一座灵石矿脉，开采和提纯需要时间，更需要庞大的灵力驱动。当务之急是恢复修为，但没有丹药，一切都是空谈。这些都是普通灵草，品质驳杂，用这些东西炼丹，成功率不足1成，还会浪费大量心神。首长，我需要帮助，我这里有一些灵草样本，但不知其药性，无法炼制丹药恢复修为。不可思议啊！简直是女娲的杰作！这些植物细胞的能量转化效率是地球已知任何植物的数百倍呀！哎，看这里，它的有效成分分子结构稳定高效，这简直是完美的能量载体，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高压锅，陆明同志，这是中科院的灵草成分分析及高温高压催化反应可行性报告。专家组经过彻夜研究，认为炼丹的本质很可能是一种在特定温度和压力环境下进行的物质催化反应。我们没有你们那个世界的丹炉，但我们有这个，大胆去尝试，用科学的方法。那些炼丹师对药性的感悟全凭神识。一炉丹药的成败，充满了玄之又玄的变数。结果，炼丹只是一道物理化学题。陆明同志，你传送回来的这颗丹药，经过能量分析检测，其内部蕴含的纯净高密度能量，刚刚让我国的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I'm ready. 基地已完成初步建设，防御系统天网1号已激活，请进行测试。授权启动。这电网可比什么护山大阵好用多了。
科长，第一批弹药准备发货。另外，我需要更多的毒，各种型号的。传讯上说是你们机种价格不足，我补一场，药效却不相上下的神秘丹药。谷主，如果是些旁门左道劣质的劣质丹药，靠着低价在一些小方式哗众取宠罢了。依我看，不出3月，他们连药材成本都收不回来，自然会消失。丹道讲究天人合一，阴阳调和，岂是投机取巧之辈所能窥探？不必理会，跳梁小丑，自取灭亡。谷主，不好了，我们这个月丹药的销量暴跌了70%，所有方式都在疯抢那种名为华夏丹的丹药，他们好像根本不缺货，怎么卖都卖不完。药力精准，毫无杂质，完美品质。而且这丹药的形态圆润的不似人手所为，倒像是天地生成的道丹，这怎么可能？启禀谷主，玄清宗宗主一行人已在谷外求见，他们说有药事相商，并希望能求取我谷的生机续骨丹疗伤。玄清宗主，别来无恙。听闻贵宗遭遇大劫，不知所为何故？那孽障，他根本不是人，他私通的是真正的域外邪魔。那邪魔之物将我玄清宗万年基业瞬间化为虚。更可怕的是，天道震动，降下紫霄诛魔劫，可那逆徒竟从虚空之中引出9根黑色的铁棍，他们吞噬了天雷，吞噬了天道法则。哼，天劫都能挡得住，玄清宗主，你莫不是在那场大劫中伤了神智，开始说胡话了？不是胡话，那邪魔还说他来自一个叫华夏的地方，你们不信可以去查，现在市面上到处都是他们华夏的丹药。华夏？宗主受苦了，原来我们竟有共同的敌人。来人，快去我谷中至宝9转还魂丹，为宗主疗伤。此丹的确不是我界手法，看来那陆明背后确实有一个我们未知的域外势力。谷主所言极是，那邪魔的手段极其诡异，他们的法宝不含灵力，却威力无穷。尤其是那个覆盖整个山脉的富山大阵，日常修士只是靠近，也会忘不丢它。不含灵力，那便不是阵法，定是某种邪术。不过万物相生相克，只要是灵气，就必有破解之法。或许我谷中秘藏的化灵神水可以一试。此水能消融万物灵力，对那种不含灵力的邪术
说不定也能起到克制之效。师长不能丢，我药王谷的尊严更不能丢。此仇不报，我谷如何在修仙界立足？玄清宗主，你我两派联手，先探明了华夏的虚实，再集两宗之力，一举将其荡平。好，我宗虽遭大难，但底蕴尚在，仍有数位闭关的太上长老可供调遣。届时我亲自带队，定要让那陆明血债血偿。清雪师妹，你在想什么？我们会不会误会了陆明？误会？证据确凿，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们误会他？仙道审判那天，他明明有能力灭掉我们全宗，最后却放过了我们。这种人怎么会私通魔界呢？师妹，你糊涂了！他那是猫捉老鼠，是在戏耍我们。你难道忘了他是如何羞辱宗门，如何害死那么多同门的吗？你该不会是对那魔头心软了吧？欺师灭祖，毁灭玄清宗，乃魔头之举。清雪，你还觉得这样的人是我正道之友吗？弟子没有，弟子愿与宗主、谷主一道，诛杀魔头陆明。这是我谷秘制的引兽香，能吸引方圆万里内所有魔化妖兽。届时我们先用兽潮冲击那陆明的藏身之地，消耗他们的法宝之力，我等再坐收渔翁之利。太完美了，陆明同志，这简直是完美的清洁能源。经过我们初步测算，仅仅这一块标准灵石，其中蕴含的稳定能量，足够一座100万级人口的城市持续使用整整1年。这种在修仙界司空见惯的东西，对于祖国而言，却是开启了新纪元的钥匙。用键盘和虚拟触屏还是太慢了。如果能直接将电脑系统和人的思维进行连接，给我接一杯水。陆明同志，你刚刚提交的神识编程技术验证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它为我们的人工智能与生物脑机接口研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国家已经为此成立了飞升计划专案组，全面研究你传送回来的所有资料和技术。警告！检测到基地外围1万公里范围内出现大规模的物质，目标正向基地高速移动。根据其移动轨迹和速度分析，预计6小时后抵达。来得正好，刚想试试新武器的威力。此等兽潮，连我药王谷都需暂避锋芒。任他那法宝再如何精妙，在这无穷无尽的兽潮面前，也终将灵力耗尽，被撕成碎片。
谷主所言甚是，我等只需在此等着看一出好戏。兽潮已进入基地50公里的红色警戒线。开火！那是什么？啊！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山上的几位戏看够了，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戏看够了吗？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计划有变，撤退！盘古，启动无人机。还跑！我的无人机自带追踪系统。孽障，又在装神弄鬼！20年养育之恩，今日我还清了。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区区流沙又能奈我何？怎么飞不起来呀？弄鬼！魔头，有本事出来当面和老夫对上一对！打架多伤感情啊，谷主，不如我们来谈谈丹药市场的未来吧。谷主签了，从今以后，药王谷负责提供药材和传统丹方，我们华夏负责生产和销售，利润3/7分，你们3。痴心妄想！
我药王谷传承万年，岂能受此折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忘了说了，如果你不签，药王谷今天就会从地图上消失。我签。做得很好，陆明同志，我们不仅要输出商品，更要输出标准和规则。这是的修仙界特别版。警报！警报！警报！警告！目标能量反应模式无法解析，蕴含高浓度魔染特性。没有阵法波动，没有灵气流转。哼，这些建筑倒是有趣。哼，天网系统，功率输出至100%。这就是那个毁灭了玄清宗的法宝，一个只会挨打的龟壳。陆明，你就准备一直躲在这铁壳子里，当一只见不得光的鼹鼠？潘谷，分析对方攻击模式及电网损耗情况。指令收到。分析中，目标攻击蕴含高浓度魔染能量，攻击方式为物理冲击叠加能量侵蚀。特别警示：目标能量场表现出异常吞噬特性。吞噬特性，具体说明。目标攻击接触电网时，除造成常规冲击损耗外，其魔力场正以未知方式逆向转化并汲取电网本身的能量，能量损失速度超出预设模型 17.8%， 此过程正在持续。怎么还不肯出来？我本以为
能做出那般壮举的，会是个顶天立地、敢做敢当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原来只是个只会躲在暗处的鼠辈。潘谷，取消电磁轨道炮发射指令，改为待命状态。攻击指令已取消，轨道炮转入待命。打开主闸门，我亲自去会晤他。总算有点样子了，比缩在壳里有胆色。不过，光有胆色可不够，让本圣女看看，你到底有几个人，配不配得上毁掉全青宗的礼炮？果然有点门道，怪不得能搅动风云。魔龙暗爪！有趣，太有趣了，毫无灵力波动的防御。你那小玩意儿是炼气术？万魔朝宗，走了。收放自如，杀意收发于瞬间。你不是来杀我的，这场下马威的戏演够了吗？圣女阁下，不错，我确实不是来杀你的。陆明，有没有兴趣和我谈一场生意？哼，反应够快，脑子也不笨。不错，本圣女若真想杀你，刚才那一鞭就不会收回来了。但试探是真的，我需要知道毁掉全青宗的究竟是一个运气好的狂徒，还是一个值得对话的盟友？盟友与魔界合作，我在这世界20年，听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正邪不两立，仙魔不共存。你是魔界圣女，我是，至少曾经是仙门弟子，你我之间只有立场，没有合作。嗯，正邪不两立，仙魔不共存。陆明啊，陆明，你当真以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标榜天下正肃的仙门正道，背地里是什么洁白无瑕的好东西？看看你自己，看看你现在的处境，你为全青宗流血立功，天赋卓绝，前程似锦，结果呢？不过是因为爱了那宙斯的眼，挡了某些人的路。他们可曾给过你辩解的机会？可曾查过那些所谓的证据是否可笑？没有，他们只想你死。所谓的正道，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了你最狠的一刀。若非你命不该绝，背后有那个名为华夏的神秘力量救你，你此刻早已是一具被剥去仙骨、永镇荒蛮的枯骨。你扪心自问，你深信了你维护的正道，在你濒死之时，可曾对你流露过半分仁慈？可曾给过你一丝生机？陆明，我魔界与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斗了上万年，我们比谁都清楚他们的虚伪、贪婪和残忍。你有他们无法理解的力量，又横跨世界的倚仗，我有魔界积累了万年的资源，
情报，以及对正道弱点最深刻的了解。你我联手，里应外合，足以将这世界捅个窟窿，打破旧秩序，建立属于我们的新法则。这天下权柄，这万物生灵的生杀予夺，届时你我共掌之。我对掌管天下没兴趣，千华少女。我的祖国交给我的不是称王称霸，不是掠夺主宰，我们信奉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兼爱非攻。我们追求的是世界和平，是共同发展。如果你口中的魔界子真的如你所生活在压迫与受苦受难，那或许我们之间可以谈的不是如何掀起战争去共掌天下，而是扶贫。扶贫？哼哼，陆明，收起你那颗天真的幻想。你以为我们魔界子民是天生喜欢待在灵气狂暴、资源贫瘠的苦寒之地，喜欢被称作邪魔，喜欢朝不保夕、任人宰割的吗？哼，是那些自诩为正道的仙门大宗，是他们联手布下这魔索离大阵，这最适合我魔族深处的广袤土地切割、封印、夺走。是他们将我们驱赶到大陆最边缘、最恶劣的魔域，然后他们站在被掠夺来的高黎之地上，一直享受着丰富的灵脉和资源，一边向世界宣扬是我们魔族天性邪恶、污秽。他们将我们污名，这些人质灾祸归咎于我们，只为让他们对资源的掠夺显得名正言顺，让他们能心安理得的杀戮、奴役我的族人。再看看你自己，他们污蔑你私通魔界，证据呢？这与他们污蔑我魔族是万恶之源有何区别？哼，不过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说我们是邪魔，证据呢？除了万年流传下来的如他们书写的正史，除了那些刻意渲染魔族凶残，以证明他们斩妖除祸正义性的传说，你可曾亲眼见过、调查过我们是否真的天生嗜血，真的以毁灭为乐？你来自一个讲究证据的世界，可是陆明，看看你现在，你轻易地相信了这个世界的继承规则，接受了他们灌输给你的正邪标签。你一边对我说着来自你故乡的听起来很美好的共同发展，一边却对另一群被剥削、被压迫、被污名化了万年的人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敌意。你不觉得这本身就很可笑？你的证据准则在你自身的偏见面前似乎失效呢。我确实从未真正了解过魔界是什么，我所知的魔全部来自玄清宗的典籍、师长的教诲、同门的义务，全部源自正道单方面的描述。空口无凭，我说再多也不过是一面之词。你来自一个相信眼见为实的文明，对吧？那么，陆明，你敢不敢跟我去一个地方，亲眼看一看你所不耻的魔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也看一看你所维护的道，在阳光照不到的阴影里，又究竟是什么模样？带路。上来吧，我们的第一站是距离此地3万里，位于三方势力夹缝中最著名的3不稳地带——血色矿场。快到了。血色矿场因出产血魂石得名，那些石头颜色暗红如凝血，是炼制某些邪道法宝和禁忌丹药的主材，也只有在这种被正道唾弃的污秽之地才能滋生。他们就是魔族。看清楚了，他们中大多数
甚至没有修炼过任何像样的魔功，只是最底层的平民，天生体质能适应这里的狂暴灵气和血魂石辐射吧。但这适应成了他们的原罪。仙门正道需要血魂石，又不愿脏了自己的手，更不愿让门下弟子长期暴露在这种污秽之地里，损伤道基。于是抓捕魔族余孽来此服役，就成了最经济划算的选择。看那些监工，他们大多是散修，被仙门雇佣来管理矿场。对他们来说，这些魔人连畜生都不如，死了就去抓新的。10万大山无尽荒原里，总有新的魔源可供捕捉。目标群体扫描中，93.7%个体存在严重营养不良，肌肉含量低于基准值60%，骨骼密度异常。78.4%个体检测到多处陈旧性骨骼损伤，表皮组织受损率100%。玄清宗的人，这个月的血魂石份额可都备齐了。回禀清玄长老，都在这里了，一共3600斤上品血魂石原矿，已经按贵宗要求做了初步筛选，杂质已去除7成。哼，3600斤，上个月可是4000斤。宗主近期修炼一门神通，正需大量精炼血魂石辅助，心情本就欠佳。你们若是敢短了分量，耽误了宗主的大事，后果你们这矿场上下可担待得起？长老息怒，长老息怒啊！不是小人怠惰，实在是这处矿脉开采日久，副矿层已然见底，新开的几个矿道出产的矿石品质大不如前，开采起来也越发艰难。这些魔人也越来越不顶用，死伤日多，补充却不易。最近的货源也紧张，抓来的要么体弱，要么反抗激烈损耗大。下个月的份额恐怕真的难以保障4000斤之数啊！那是你的事，矿脉枯竭就往下挖，往周边探，活人死了就去抓。10万大山，无尽荒原，里面藏着的魔崽子多的是，各大仙门定期清剿，总能抓到不少漏网之鱼。若再以这等借口搪塞，讨价还价，下次来的就不只是本长老了。这矿场换个人管，或许更有效率。至于你，是，小人明白，小人一定尽力，一定尽力。方才似有异常的灵力扰动，现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你还觉得他们是正道？这只是例行收取贡品的长老，接下来往往还有另一批人，他们胃口更大，更不计较吃相。不知赵师兄大驾光临，用师远迎，师兄可是来查验？本公子没空听你废话，把这个月新抓不到的那批女魔奴，尤其是年轻些，模样周正点，统统带进来。赵师兄，那些都是新抓的苦力，正要调教下矿，您这是？本公子要带回去仔细审问，看看他们是否与宗门叛逆陆明那魔头有勾结。这是关乎宗门安危的大事，你一个小小的监工，也敢质疑？哎呀，赵师兄明鉴，那些都是刚抓来的平民，野性未驯，而且体质特殊，矿上正缺人手，是不是？你在教本公子做事？
我怀疑他们是魔界派来的奸细，企图营救或联系陆明。这是宗门头等大事，耽误你担待得起吗？还愣着干什么？去把人带出来，若有反抗，格杀勿论。宙斯，我改变主意了，扶贫现在开始。陆明，是你，真的是你！大家快看，快看啊！宗门叛逆陆明，他果然在这里，他果然和这些魔族妖孽勾结在一起。为了救这些低贱的魔女，他竟然丧心病狂，对我玄清宗同门下此毒手，证据确凿，罪证如山。陆明，你这魔头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宙斯，你的戏还是这么又丑又难看，都还愣着干什么？拿下他！将这勾结魔族、残害同门的叛徒就地正法！谁能拿下陆明，宗门重重有赏！宙斯，你是不是觉得我上次在仙道台没杀你，是因为心软，或者需要挑个黄道吉日？陆明，真的是你！清雪师妹，救我！他真的投靠魔族了！你看，他为了这些魔女要杀我。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你为了这些魔人，真的不惜对同门下手，与整个仙门正道为敌。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林清雪，你我之间早在仙道台上便已恩断义绝，婚约作废。我的事是战是和，是正是不，与你何干？好一个与我何干！陆明，是我瞎了眼，错信了你20年。从今日起，从此刻起，你我之间便是不死不休的仇敌。仙道茫茫，此恨永绝。现在你相信了吗？我们不仅要输出商品，更要输出标准和规则。不，我还是不相信你。什么意思？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难道还认为我在骗你？我不相信你口中的魔界圣殿就一定是光明净土，不相信你追求的合作只是为了正义或解放，权力、野心、算计，这些哪里都不会少。我也不相信那些所谓的仙门正道，他们代表的不过是一个落后、野蛮、充满剥削与谎言的旧时代规则。但是我相信我的祖国，相信孕育我的文明。我们的文明历经苦难而重生，深知和平与发展的珍贵。我陆明在此代表我身后的文明华夏，前来对你们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进行文明改造与秩序重建。如果你真的希望改变你族人的命运，那么
你将成为我在这里进行这项事业的第一个战略合作伙伴。文明改造，秩序重建，口气倒是不小。你所谓的华夏，究竟有何能耐，敢言改造一个世界？不过，战略合作伙伴这个称呼，本圣也倒有几分兴趣。此地不宜久留。林清雪回去报信，玄清宗和药王谷的人很快就会像闻到血腥的猎狗一样扑来。要谈合作，也得找个清静的地方。这是我魔界最高等级的契约，同心魔契，以双方精血与神魂为引，签下此契，契约之力将直通神魂本源。一旦签订，你我神魂之间将产生不可分割的链接，同生共感，永无背叛可能。一人违约或生异心，另一人将立时感知，并可引动契约之力反噬，轻则神魂重创，重则魂飞魄散。我不用这个。这是何物？法器？卷轴？这是协议文本，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更清晰、更具体、更讲道理的契约。合作基础平等互利，华夏方面提供一必要的技术支援与设备，改善魔域基础生存环境，如净化水源，构筑基础防御；二特定物资援助；三社会管理及生产力提升的理念与方案咨询。魔界方面需提供一指定的原材料稳定供应渠道；二关于本世界各方势力的详细情报共享；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在合作区域内必须率先进行社会结构改革，包括但不限于逐步废除奴隶制及一切形式的人身奴役，建立基本法律，保障合作区内所有智慧生灵，包括混血、半魔等基本生存权、人身安全权，划定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公平交易原则，推行8小时工作制及基本劳动保障。啊！荒谬！简直是一派胡言，天方夜谭。废除奴隶，那些俘虏和罪奴如何处置？保障所有智慧生灵，那些低贱的半魔和妖兽也有权。8小时工作，魔域环境恶劣，不劳作如何生存？你这哪里是合作条款，分明是痴人说梦。这不是请求，千华，这是合作的前提。我来自的文明无法与一个建立在奴役、压迫与野蛮规则之上的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战略合作。如果你连让你统治下的人民至少在你合作的示范区内获得最基本的温饱、安全和一点尊严都做不到，甚至不愿意尝试，那你所追求的一切宏图霸业，所谓的反抗压迫，都只是空中楼阁，是换汤不换药的另一场权力游戏。选择权在你，签下这份符合新时代规则的契约，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谈论如何改变魔域的现状，如何对抗那些真正的压迫者。或者你现在就可以离开，继续你原有的道路。但请记住，当华夏的秩序之光开始照耀这个世界时，任何阻挡其前进的陈旧与野蛮，无论他顶着仙还是魔的名号，都只会被扫入历史的尘埃。计划已提出，风险与机遇并存。祖国，请批示。废除奴隶制，8小时工作制，这简直是在对一个封建社会实施跨越数个时代的超激进社会改造，可行性几乎为0。陆明同志已经与2个本土大型势力结仇，现在又要介入魔界事务，多线树敌，战略风险极大。但那些数据，那个世界的能量规则、材料特性，还有社会形态的活样本，其科研价值无法估量。这可能是人类认知宇宙的一次革命性窗口。首长，
诸位，我坚决反对批准这份所谓的合作计划，这无异于与虎谋皮。魔界，听听这个名字，在任何一个文明的传说和认知里，与魔合作都没有好下场。对方是统一一界的圣女，心思深沉，手段难测。陆明同志年轻，或许是被对方的悲惨描述和宏大许诺迷惑了。我们绝不能将国家的战略资源投入到一个如此高风险且道德立场可能存疑的联盟中去。李将军的观点很中肯，但我有不同的看法。诸位请看 XG-01 事件，看似力量强大，个体超凡，但其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仍停留在一种前现代、高度僵化、依赖个人武力和宗派血缘的落后模式，其内部矛盾重重，压迫深重。陆明同志提出的这些理念和条款，看似激进，但恰恰击中了那个世界统治结构的软肋。我们不是在和魔合作，我们是在和一个渴望改变现状的有实力的本土反抗力量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新规则的关系。敌人的敌人可以是朋友，至少可以是暂时的合作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不是称霸，不是掠夺，我们是去输出标准，输出秩序，输出一种更先进、更合理、更能凝聚人心的文明理念。在对方熟悉的力量对轰领域，我们或许需要时间，但在规则制定、社会治理、人心向背的维度上，我们拥有的是跨越时代的降维打击优势，打破当前世界僵化格局，开辟属于我们文明影响力的新天地，这是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绝不能因过度的陈旧的恐惧而错过。报告，关于陆明同志自 XG-01 事件传回的文明接触与秩序示范项目申请及与当地魔界势力进行战略性接触合作的请示，国安部及相关领域专家已进行彻夜研讨论证，综合判断风险可控，机遇空前。此举不仅是救援同胞的延伸，更是我华夏文明精神外溢，参与构建更合理世界秩序的历史性尝试，其意义远超常规地缘博弈。因此，我部正式建议批准陆明同志的全部计划，并将其列为国家最高绝密等级长期战略项目，代号盘古。寓意我们将在这个新发现的世界，以我们的方式，秉承开天辟地之精神，开辟一个属于和平、发展、公平公正的新天地。请指示。陆明同志，你关于 XG-01 事件的报告及文明接触与秩序示范项目申请已收悉，经最高层研究决定，批准你的全部计划。此项目已正式列为国家最高级别绝密长期战略，代号盘古。寓意为何？相信你明白。国家将是你最坚实、最可靠的后盾。你需要什么资源、什么支持、什么授权，只要是为了盘古计划的顺利推进，国家都将全力保障，优先满足。陆明同志，你已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肩负的是文明探索的先锋使命。放手去做，用你的智慧，用祖国的力量，在那个世界写下属于我们华夏的新篇章。盘古，开天辟地，我不再只是陆明，我的每一步都代表着华夏的意志，背负着文明的试探。这就是魔域。
我们到了，这里就是魔界的核心——无间城。今日召集诸位，是有一件关乎我魔族未来命运的大事宣布。这位是陆明，经本圣女慎重考量，已初步决定与陆明及其背后的力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合作非是简单的盟约，对方提出了一些合作的先决条件，主要包括在双方协定的合作区域内废除奴隶制及一切人身奴役，建立基本法度，保障区域内所有智慧生灵基本生存权，划定公平交易区域，推行新的劳作与休憩制度。圣女，你疯了吗？废除奴隶8小时劳作，还要给那些低贱的半魔甚至是俘虏保障，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是我听过最荒谬、最恶毒的阴谋。这小子不过是个孱弱的人族，身上连点像样的魔气都没有，凭什么对我魔族传承万年的铁律指手画脚？圣女，你这不是合作，你这是引狼入室，自甘堕落，你是要毁我魔族的根基！各位，安静一下。潘果，展示创生1号实时画面，接入此地投影，权限确认。陆明。这里是荒芜戈壁和污浊沼泽的交界地带。这只是我们合作所能带来的最基础的改变之一，在我们那里，这叫做基础设施建设，简称基建。现在关于合作的前提条款，谁赞成，谁反对？那黑水真的变轻了，毫无灵力波动，如何做到的？那些房子看起来比我的石头堡垒还要坚固规整。若是能在我的领地，来，过来，你先这样，再这样，去吧。恭迎魔尊出关！千华，本尊闭关不过数载，你便将一个孱弱的人族引入魔殿核心，还允诺此等荒谬之事，你太让本尊失望了。尊上，陆明及其背后力量，或可为我魔族带来变革之机。那些条款看似苛刻，但投影所示。住口！些许取巧之物，也配称为变革？我魔族立足万载，
靠的是血脉中的力量，是战斗与掠夺的天性。废除奴隶，保障弱者，简直可笑！那只会让我族的獠牙和利爪变得迟钝。至于你，人族，本尊不知你用了何种妖言蛊惑千华，但这里是魔域，魔域的规矩我一笔书写，你的那些玩具救不了你。即刻起，千华月儿等所遗一切尽数作废。此人为仙门叛逆，居心叵测，按律当囚于猎魔渊。拷问其来历与阴谋。魔尊大人明鉴，千华圣女受此人蒙蔽，险些铸成大错。按族规，勾结外敌，动摇根基者，当以叛逆论处，仇魂猎魂，以儆效尤。不过属下斗胆，念在圣女往日与魔域有功，或许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也是自证清白的机会。说，只要这个叫陆明的人族敢于按照我魔族最古老、最神圣的规矩，向魔尊大人发起生死挑战，他若赢了，便证明他拥有在我魔界说话的资格。他所言的一切，或许真的有几分道理。他若输了，千华圣女就必须为他的愚蠢和僭越付出代价，挥去圣女之位，永世流放于无尽虚空。不可！我接受挑战。哈哈哈哈哈哈！有意思，真有意思。多少年了，本尊没有听过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话语。人族蝼蚁，你很有趣。本尊承认你那些小把戏确实有几分新奇，但你以为凭借这些歪门邪道就能撼动真正的力量？明日午时，生死台，本尊给你时间去准备你的那些玩具，让本尊看看你所谓的文明和智慧，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能坚持几息。哼！人族，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磕头认错，自封修为，本尊或可饶你一命。我的膝盖只跪父母与祖国。魔尊，请。哼，不知死活！魔尊大人，请让这蝼蚁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哼，如你所愿。就这，魔尊大人连一成力都没有吗？人族果然都是废物。太弱了，连让本尊稍稍活动一下筋骨的资格都没有。千华，你看着，就是这种货色。力量层级估算超出预期37%，常规规避与防御效率低下，
试探结束，魔尊小心了。这是华家利用魔域材料初步研发的破魔一型试验。找死！还敢冲过来！哼！快！魔尊大人，那个人族打的头偏了一下。很好，卑鄙的伎俩，到此为止了。万魔天！就是现在！以无间魔域之邪与火为主，此战无败了。依照生死台古月，胜者为尊。故雪上原封陆明为新主，我与上下简直如剑无。生死台决，胜败已分，依我魔族亘古铁律，参见魔尊。啊！参见魔尊。今日召集诸位，只为一事。即日起，盘古计划将在魔域全部铺开。此计划旨在改变魔域现状，为我族开辟新的生存与发展之路。计划第一阶段核心为4：其一，废除魔域境内一切奴隶制及人身奴役。所有被奴役者即刻恢复自由身。魔殿将颁布魔域基本生存保障率。其二，查清无主及部分贵族超额占有的土地、矿脉，将由魔殿统一规划，部分用于安置获得自由的民众，授予使用权，并提供基础农具、作物种子及耕作指导。另一部分划为魔域工产，其产出用于支撑后续建设及公共支出。其三，建立基础工业体系。其四，改革魔军，淘汰部分落后、纯靠个人勇武的装备与战法。变革必有阵痛，但不变则无出路。魔域苦弱肉强食，资源匮乏久矣，此非天命，实乃旧规所赋。盘古计划便是要破此旧规，
开我魔族新天。推行之中，阳奉阴违，蓄意破坏，煽动对抗者，以判舆论处。散了吧，各自回去，准备交接与推行事宜。废除奴隶，均分土地，还要建什么工厂学堂？他这是要绝了我们各部的根基，断了我等的财路和力量源泉。还有那什么基本律，给那些贱民半魔崽子权利，笑话！大人，难道我们就这么认了？他陆明初来乍到，能有多少人手真正听他调遣？国域这么大，很多地方还是我们说了算。正是此理。明面上我们依令行事，该放奴隶放奴隶，该交土地交些边角料。暗地里，这些铁疙瘩真的不需要休息？需要定期维护和补充能量，但它们的效率、精准度和持久性远超人工。示范区的意义不仅是盖房子，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套完整、可复制的样子。8小时工作制，按完成的标准工作量获取工分，工分可以兑换食物，提供安全的住所、干净的水、基本的医疗。但那些习惯了被鞭子驱使或是漫无目的活着的魔族，能适应这种规矩吗？所以需要引导，也需要对比，人心自然会做出选择。你这是在和保守派他们争夺民心。民心不是争夺，是作用。他们用体制和压迫维持，我们用秩序和希望凝聚力量，高下立判。我们要回到天规这是骗人的。大人，这个月又有近100户偷偷跑了，矿区的产量不到过去的30%，几个依附我们的小部族也开始抱怨，说明年供奉恐怕……废物，都是废物！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大人，再这样下去，恐怕不用陆明动手，我们自己就先垮了。仙门的大人们，魔域已生巨变，元魔尊败亡，新主陆明正是昔日玄清宗的叛逆。如今魔界因新政内乱出现，正是尔等永绝后患的天赐良机。若仙门联军至，我愿为内应，献上那陆明的项上人头，以作觐见之礼。魔域可以乱，可以换主人，但绝不能落到一个人族和一群异端的手里。宗主，有扩建密讯自魔域传来。魔域，呈上来。新主陆明正是昔日玄清宗的叛逆，如今魔界因新政内乱出现，正是尔等雷霆出击，永绝后患的天赐良机。我愿为内应，献上那陆明的项上人头。陆明，那个本该死在仙道台的叛逆。新魔尊，他成了魔界之主。陆明，孽障，孽障啊！宗主，
此辽不死，我玄清宗永无宁日，仙门亦为矣呀！宗主，赵司所言极是，此子已成心腹大患，必须趁其立足未稳，内乱初起，将其扼杀。杀！必须杀！立刻以玄清宗之名发起诸魔会盟，要药王谷、天剑阁、玉寿山、百炼宗等12上宗宗主以水镜之术共商大计。陆明此子确已成魔，其邪术更是闻所未闻。若放任不管，恐成大患。赵宗主提议联合伐魔，老夫原则上赞同。我玄清宗愿为先锋，承担最险之任，只为诛杀此辽，以雪前耻。战力分配，我宗可稍作退让，但有一条：陆明及其核心党羽必须由我玄清宗亲手处置。赵宗主高义，但联军须有统一号令，老夫推举。这气息是那位实力达到半步神王级别的太上老祖。老祖居然出山了！魔掌道消，不成体统。3月之后，玄清宗为盟主，集结仙门联军，荡平魔域，诛绝首恶，违者天诛。既是那位老祖发旨，我药王谷自当遵从，即刻起全力备战。果然惊动了老祖，陆明，你的死期到了。老祖出山，天下无敌。陆明，是你邪术通天，这次也必死无疑。怎么了？风暴要来了，比预想的可能更快、更猛。半步神王，已非人力范畴。本尊全盛时期，或可凭借魔域地利与其周旋，单想击败乃至击杀，绝无可能。首长，各位专家，硬碰硬是绝路，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诸位，请看，这是我们根据陆明同志传回的大量情报构建的仙门文明模型。这个文明个体力量超凡，顶端存在拥有近乎神奇的伟力，但其社会结构仍停留在高度依赖个人武力、宗派血缘、师徒传承、资源垄断的前现代封建式形态。仙门联军看似强大，但其力量根基建立在这个落后且脆弱的社会结构之上。釜底抽薪不是砍伐他们顶端的高端战力，而是去瓦解、腐蚀、替换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根基。没错，根据分析，仙门修士，尤其是中低层弟子和年轻一代，长期处于高压修炼、资源争夺、等级森严的环境中，他们的精神需求被严重压抑，娱乐方式极其匮乏，信息获取渠道单一，且被上层严格控制，这是一个精神上的荒漠。那么，如果我们向这片荒漠投放一种东西，我们将采用最先进的成瘾性算法模型，确保每个用户都能看到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短视频的短平快将彻底打碎他们需要长期专注的入定修炼习惯。社交功能将催生新的虚拟阶层，比如网红、大 V。我们将用虚拟的奶头乐缓慢侵蚀他们的道心，消耗他们本应用来修炼的时间和资源。陆明同志，这就是釜底抽薪之策。我们不在他们熟悉的力量对轰领域死磕，而是开辟一个全新的信息与文化渗透的战场。我明白了，用糖衣炮弹，温柔地瓦解他们的斗志，腐蚀他们的组织，从内部让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生锈、卡壳，甚至自我瓦解。国内相关部门即刻启动春风行动，要求3个月内便完成后台服务器集群、算法模型、
内容库的初步搭建，所有产品必须深度本地化，要贴合修仙界文化背景，降低戒心。陆明同志，你负责魔域方面的接收、分发、渗透整体策划与执行。是。圣女阁下，准备一下。准备什么？准备成为整个修仙界最火、最让人沉迷的女明星。瞧一瞧，看一看啦！来自天外碎片遗落的奇物——万象宝剑，无需灵力，凡人可遇，能千里留影，记录英姿。内置玄妙算筹，更有降魔方块益智小系，修炼间隙解乏提神，只需2块下品灵石。老板，这个万象宝剑真的2块灵石啊？小道友，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天外奇物，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我要一个。小道友有眼光。铁柱，干嘛呢？啥东西在想？师兄，你看，我今天在浮尘墟买的万象宝剑，天外奇物，能留影，能算账，还有这个小游戏叫降魔方块，可锻炼反应。嘿，有点意思啊，让我试试。铁柱，你这招轻松迎客，手腕还是软了点，看画面里清清楚楚。是啊，自己练时感觉不到，一看就明白了。这东西不错，哪买的呀？贵不贵？仙音妙题，哎，铁柱，点开看看。哦，这就是仙音妙题，魔域圣女。乖，这可比降魔方块带劲10000倍啊！啊，快看看还有什么。赵师兄，你也看到了，现在宗门上下都被这仙音里的东西迷住了眼，尤其是那个叫魔域魅影的魔女，跳舞的视频火得一塌糊涂，好多弟子包括一些内门的都在私下讨论，说她说什么？说那魔女容颜绝世，气质勾魂摄魄，比咱们仙门的仙子还有味道。闭嘴！一个低贱魔族，靠着卖弄风骚博取眼球，也配与我们仙门仙子相提并论？本公子前几日发布的苍龙剑意也是，还有展示青灵佩的视频，反响如何？更多人都是在讨论魔域魅影的新视频，没怎么关注咱们的。岂有此理！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本公子玄清正宗，修为深厚，法宝精良，岂是那些歪门邪道卖弄色相的可比？定是这拍摄角度和光影不对。妖女邪术，定是用了什么迷惑心神的蘑菇。小姐，您听说了吗？外面现在可热闹了，都在玩那个万象宝剑，里面有个仙音，可有趣了。连赵四师兄都开了直播，还给那个魔女刷了好多礼物。小姐，您总是这样闷着也不好，要不小何也去弄一个宝剑来，给您解解闷。听说里面也有好多仙子姐姐展示才艺，探讨修行呢。哦，对了，他们还都在议论，说那个魔域魅影如何勾人，把赵师兄的……小何，取一部那万象宝剑来。是，小姐，我这就去。哎，更新了没？凡人正道录这个画本子今天该更新了吧？作者望玉子说好50两更的。哎呀，还没呢，这急死个人了。昨晚那张卡在寒冷魔刚发现古修士洞府，那禁制才破一半就没了。这望玉子也太会断章了。师兄，你们在看什么这么入迷啊？比仙音还有意思啊！凡人正道录讲一个叫韩立的外门弟子，资质比我们还差，受尽欺凌，结果偶然得了个神秘小瓶，从此逆天改命的故事，太爽了！
里面写的那个修炼境界、功法争斗、秘境探险，哎呦，写的跟真的一样。哎，关键是啊，看着韩老魔一步一步把那些看不起他的人踩在脚下，别提多带劲了。赵师兄，你这是何意？同门比试，为何下手如此狠毒？这招式也不是我玄清剑法。师弟此言差矣。道途之争，本就你死我活，对敌之时，岂能拘泥于招式正统？当如凡人正道路中韩老魔所言，宝物机缘，有德者居之，无德者死。韩老魔，那不就是小说里的人物吗？赵师兄怎么把小说里的狠话当真了，还用在同门比试上？赵四，比试点到为止。你方才所用招式，狠辣有余，正道不足，更有杀戮同门之嫌。且将画本虚妄之言带入实战，心性已然有偏。此场半负，下去静思己过。哼，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门下弟子如此癫狂，连长老都暗地里沉迷。本座竟也赵师兄厉害，这波切入时机绝了！玄清复兴队要赢了，代表宗门出战的肯定是我们了。哼！哎，赵师兄，他们打野在龙坑后面，我们可以开。别急，等我秒了他们的百草仙子，看我的！师兄，你怎么退了？决赛结束，玄清复兴队落败，代表本宗出战仙门冠军杯的是剑指苍穹队。哎呀，太可惜了，就差一点儿。什么差一点儿？就是赵师兄最后怂了，失误了。要不是他乱退，说不定能赢。就是害我们输了0食。不算，刚才是我宝剑卡了一下，这局不能算。重赛，我要求重赛。成何体统？一群废物！大战在即，尔等弟子竟沉迷这方寸魔物，道心沦丧。都给老夫滚！哼，区凡间奇技淫巧，待老夫用神念将其破解，看他有何玄机。哼，莺莺燕燕，俗不可耐。哦，这小小的镜子里，竟蕴含着连老夫都未曾触及的知识。此战关乎仙门存亡，我等共请老祖出关，下达总攻命令。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家人们，守住我！我们不能输！谢谢路人甲哥哥。哥哥想看什么才艺啊？跳个舞吧。仙门完了。
老子苦修3000年的万魔碎形拳，威力竟还不如这身铁皮。今天我们学习基本物理第1课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报告首长，东风号所有系统自检完毕，曲率引擎充能100%，已具备跃迁航行能力。陆明同志，东风号已经完工，搭载了最新一代曲率引擎。我们已经具备了向你所在的世界进行大规模稳定物资及人员传送的能力，我们的人很快就能到。陆明，我崽子们，今日也是尔等灰飞烟灭之日，蝼蚁们，随我踏平魔域，荡清寰宇！开火！庶子，安敢如此！这是什么法宝？我的飞剑挡不住！跑啊！天魔降世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此界天道何在？为何会容许此等域外邪魔降临？老夫与你这邪魔拼了！打得不错，陆明同志。接下来该谈谈战后秩序了。谁是这里的负责人？出来，签了他。条约既已签订，接下来是清算。根据条约，煽动此次战争，并对魔界犯下种族迫害罪行的恶手，必须交出。不是我，不是我，是宗主，都是宗主让我这么做的，是他让我联络各派，是他派我去血色矿场。逆徒，你蛊惑同门，残害无辜，如今死到临头，还想污蔑本座，真是把我们玄清宗的脸都丢尽了。本公子要带回去仔细审问，看看他们是否与宗门叛逆陆明那魔头有勾结。去，把人带出来，若有反抗，格杀勿论。按照魔界的规矩，也按照新的基本律，此人的处置权交由受害者决定。不要！饶命！陆师兄，清雪救我！我不想去矿场！陆明，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这位仙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他现在可是我魔界的人，是我的男人。从前，
哪个从前？是你在仙道台上指着他鼻子要恩断义绝的从前，还是在血色矿场拔剑要与他不死不休的从前？哼！林清雪，你说的对，我们都回不去了。我感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但也仅此而已。往前看吧，仙界也需要重建，那里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爸妈，不孝子陆明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陆明同志，欢迎回家。但我们的征途才刚刚开始，宇宙很大，还有更多的世界在等着我们去探索，去传播华夏的文明之光。